说，只要你看过1000部变态电影，那你就会比变态还要变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融合了破耳加孤儿院再加坏种的大尺度变态电影《一勺糖》。别看电影的名字很甜，但是等到看完之后你就知道有多苦了，尤其是最后的大反转，一定会让你毛骨悚然。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眼前的女孩叫小美，看到有人给孩子喂奶，她也想冲上去吸2口，可能因为从小就是孤儿的原因吧，所以小美完全没有感受过母爱。虽然前前后后被7、8个家庭收养过，也曾享受过短暂的家庭温暖，可是无一例外的，她最后总是会遭到养父们的侵犯。童年的不幸让小美变得多疑且敏感，甚至还有点暴力倾向，所以必须定期的到老黑这里来接受心理治疗。老黑给小美开的是一种叫做麦角酸的药，虽然能有效的控制小美的情绪，但却有着极强的副作用，它会放大人的感官刺激，长期服用的话，甚至还会出现幻觉。所以黑哥打算给小美减少药量，但遭到了小美的拒绝。他说自己现在的状态非常好，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幻觉，而实际情况却是小美已经对麦角酸产生了依赖性，甚至已经开始上瘾。她很享受身体一直处于亢奋的状态。黑哥还想再劝一劝，小美却说下午还有个面试，然后便急匆匆地离开了。小美所说的面试是到一户人家去应聘保姆，主要工作就是照顾主人家的小男孩，男孩的名字叫小强，不但患有自闭症，到现在还不会说话，而且还是个极端的过敏体质，尤其是对动物身上的皮毛过敏，只要一沾上，随时都有丧命的风险，所以他总是会穿一身宇航服来隔绝跟外界的接触。花姐本来对保姆的人选非常的挑剔，尤其是看到小美自己还是个黄毛丫头，根本就不想录用她。可是小强却好像很喜欢这个大姐姐，破天荒的在纸上写了个 hello， 算是跟小美友好的打了一个招呼。花姐一看，得，自己喜不喜欢没关系，只要儿子喜欢就行，于是就带着小美到处走走看看，熟悉一下房子的环境。不经意间巧遇了男主人大伟，小美立刻就被他那一身充满雄性荷尔蒙的身材给吸引住了，在身后偷瞄了好一会儿，直到被大伟发现，小美这才把嘴角的哈喇子收了回去。得知小美是新来的保姆，两人就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了几句。花姐走过来一看，发现大伟竟然在小美面前还光着膀子，有些醋意的让她赶紧把衣服穿上。大伟却毫不在意，反而去撩花姐的裙子，一点都没拿小美当外人，把小美看得一阵心猿意马，小鹿乱撞，好不容易才平复了下来。可就在她坐公交车准备回家的时候，一个男人可能是怕坐过站，一直不停的在朝外张望，时不时的就会蹭到小美的屁股。小美忍了好久的情欲一下子就被点燃了，瞬间把身后的男人当成了大伟，彻底陷入了自己的幻想世界里。眼看就要上高速，司机却突然来了一脚急刹车，回过神来的小美赶紧逃了下去，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口麦角酸，希望刚才的感觉能多停留一会儿。小美现在的收养家庭里只剩下养父老白一个人了。小美被收养过来没多久，养母就突然去世了。得知小美去面试工作之后，老白明显很不高兴，他希望小美能够待在家里多陪陪自己，说想要什么都可以满足她。可两人都心知肚明，小美已经长大了，再也不是几根棒棒糖就会满足的了。老白无助的像一个孩子一样，一边哭一边冲到了小美的怀里。小美虽然觉得很恶心，但现在她毕竟还要住在这里，于是也只能委曲求全，像哄孩子一样抚摸着养父的头发，说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抛弃他，等自己赚到钱了就会买很多礼物来送给老白。好不容易这才把老白给安抚好，于是第二天小美就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保姆生涯。没想到才第一天上班，小强就向小美展示了自己的小秘密，他竟然在院子里埋了好几只兔子的尸体，这个秘密连他的父母都不知道。可花姐不是说小强对动物的皮毛严重过敏吗？小美顾不上多想，她现在只觉得小强愿意把这个秘密告诉她，说明他把自己当成了比父母还要亲近的人，这让小美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有成就感。于是当着小强的面血刺拉呼的切下来一条兔子腿，然后扒下上面的皮毛，说要做一个钥匙扣来送给小强。小强自然也非常的开心。时间来到晚上，小美不经意间看到了花姐的波波照，然后又看到了大伟的原味 T 恤，于是她赶紧脱掉自己的衣服，然后把波波照和 T 恤穿在了身上，又看到了一张大伟的照片，于是赶紧揣进了衣服里，然后回到家，小音乐一放，再滴上2滴麦角酸，然后拿着大伟的照片爬到了床上，立刻开启了手动模式，转眼就陷入了幻想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他可以对大伟为所欲为，大伟甚至为了他直接杀掉了花姐，要不是突然发现手上有血，小美差点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自从小美来了之后，花姐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工作当中，白天基本上不在家，晚上也回来了很晚。花姐不在的时候，小美几乎全方位无死角的替代了她的位置。花姐能做的事情她做了，花姐做不到的事情她也做了。
最主要的是，小美和小强的朝夕相处，让两人的关系在短时间内就变得非常的亲密。而与此同时，小美的贪欲也渐渐地暴露了出来。趁大伟和花姐通电话的时候，她悄悄地用分机偷听，得知花姐无法赶回来参加小强的生日后，她觉得上位的机会来了，于是热情地帮大伟一起给小强准备了生日蛋糕。小强也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妈妈的影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地过完了生日。一看时间差不多了，小美赶紧把小强哄睡着了。一出门刚好遇到了大伟，大伟明显有点喝多了，借着暖黄色的灯光，看着楚楚动人的小美，酒精的作用再加上花姐不在的空虚，让大伟不由得一阵意乱情迷，没说两句话就想要凑上去跟小美贴贴。小美当然没有拒绝，这个机会她已经等很久了。可就在两人快要对接成功的时候，小强却因为尿床打开了房门。虽然大好的机会被破坏了，可是欲望的种子一旦埋下，开花结果也只是迟早的事情。等花姐忙完工作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大半夜了，小强早已睡着。花姐小心翼翼地凑到旁边，本来想要好好的抱一抱小强，没想到却遭到了小强的强烈反抗。花姐虽然伤心，但毕竟自己有错在先，想着要不是自己缺席了小强的生日，她也不会这么生气。殊不知小强的生气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他在小强心目中的地位正在被小美一点点的取代。就连小美带着小强出门的时候，别人也会很自然地把他们当成母子俩，这让小美非常的开心，同时加大了给小强洗脑的力度，说我们两个才是同一种人，世界上再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如果能让我做你的妈妈，那你以后再也不用偷偷的藏兔子的尸体了，更不用再穿这么笨重的宇航服，甚至连那些乱七八糟的药片也不用再吃了，只要你开心，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小强听了当然很高兴，也就变得跟小美更加亲近了。就连平时最讨厌的剪头发，小强也能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任由小美摆布。花姐奇怪的同时，心里却也很高兴，看来找小美当保姆还真是找对了。可当她想跟小强互动一下的时候，却发现了不对劲。她只是想把手里的玩具递给小强，小强却扭头去征求小美的意见，直到小美点头，小强这才接过了花姐手里的玩具。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不过小强很快又递了个玩具给花姐，花姐顿时又重新喜笑颜开了，看来是自己想多了，于是就随手想去拨一下小强的刘海，却突然被小强狠狠地咬了一口。小美表面上很惊慌，心里却乐开了花，她觉得只要再添一把火，也许很快就能取代花姐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于是她假装很不开心，跑到老黑那里去哭诉。从老黑手上细微的动作来看，他对小美的想法也不单纯。也就在这时，小美突然嗷嗷地吐了起来，老黑赶紧跑到洗手间里去清理了一下。趁着这个机会，小美把抽屉里的麦角酸全都偷走了，然后全都滴进了小强的药片里。小强很快也跟着小美一样进入了亢奋的状态。两个人彻底放飞自我，宇航服都没穿就冲出了家门，哪里人多往哪钻，哪有好吃的就往哪跑，能去的不能去的地方都去了个遍，能吃的不能吃的全都吃了个过瘾。从下午一直疯到太阳下山，这才念念不舍地往回走，没想到却差点被一辆车给撞了，更没想到车上的人竟然是小强的父母。发现小美不但带小强出来乱跑，还没有穿宇航服，可想而知花姐有多生气。可也就在这时，小强突然开口叫了一声妈妈，这还是他从小到大第一次开口说话，可把花姐给开心坏了。可是他很快就发现，小强口中的妈妈并不是在叫他，而是在叫小美。花姐彻底愤怒了，大喊大叫的让小美滚开，然后连拉带拽的把小强带回了家。气急败坏的问小强，谁才是他的妈妈？可是小强不但一言不发，而且还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宝子们记住这个笑容，后面要考。而这边的大伟把小美送回了家，小美当然不能就这么回去，不然她这些天的努力岂不是白费了？于是赶紧装起了小可怜，说一切都是自己的错，不该带小强出去，更不该让他脱掉宇航服。说到动情处，那叫一个梨花带雨，楚楚可怜。果然很快就激起了大伟的保护欲，再加上他本来对小美的心事就不单纯，两人干柴烈火一点就着。1分钟后，小美美滋滋地回到了家里，对着镜子不停地搔首弄姿，完全忘了家里还有个老白在等着她。老白不是个傻子，从小美最近特别爱打扮的表现来看，老白觉得她多半是外面有人了。可是他已经为小美杀掉了自己的妻子，如果再失去小美的话，他将会一无所有。于是老白就连祈求带威胁的让小美辞掉工作。可现在的小美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委曲求全了。想到老白一身皱巴巴的肥肉和满嘴的大黄牙，小美一秒都忍不下去了。于是趁着老白解开裤腰带的时候，小美一把抢了过来，裤
哭嚓一下就把老白给勒死了，然后拿起剪刀剪掉了老白的一缕头发，放进了纪念册里。这本册子里记录着他每一任养父的名字和癖好。小美把他们杀掉之后，都会剪下一缕头发来留作纪念，最后把老白埋进了一个坑里，自此又了结了一段肮脏的过去。第二天，小美开开心心的来上班，可还没进院子，突然看到了老黑的身影。你就说巧不巧吧，小强的心理医生竟然也是老黑。花姐说她怀疑小强最近的反常行为肯定跟家里的保姆有关系，好在老黑并不知道花姐所说的保姆就是小美。可是照这样下去，东窗事发也只是迟早的事情，花姐很快就会发现小美是个神经病。小美觉得时间不等人，于是加大了对小强的药量，然后交给小强一把匕首，让他找个机会干掉花姐。此时的小强已经被小美拿捏得死死的，就算小美让他去自杀，他可能都不会犹豫。搞定小强之后，小美马不停蹄地来找老黑，找了个机会就把老黑给毒死了。虽然电影没交代具体过程，但从小美补口红的动作来看，她多半是在身体的某一处涂了剧毒。老黑用嘴一舔，立马就中毒了。这样一来，天底下就再也没有人知道小美的底细了。而这边的花姐正带着小强画画，可小强竟然画了一张大伟跟小美战斗的画面。再看墙上的那些画，花姐发现原本自己的位置全都被一个红头发的女人占据了。很明显，红头发的女人就是小美。花姐一下子就崩溃了。这时候小美正好来上班，花姐让她立刻马上滚，然后重新回来陪儿子画画，丝毫没有察觉到小强已经将一把匕首藏在了身后。花姐越想越气，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的痛骂小美是个贱人。没想到小强突然抬手就是一刀，哭嚓一下就夹在了花姐的手背上。花姐强忍剧痛，反手就掐住了小强的脖子，恨不得把他活活掐死，但终究还是下不去手。而这边的小美当然不会走，她已经断绝了自己所有的退路，离开这里她将无处可去。于是她赶紧来找大伟。她本以为大伟已经是她的胯下之臣，会像之前的那些养父们一样，不惜杀掉自己的妻子也要得到他。可是小美错了，大伟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他也绝对不是个笨蛋，不可能因为一时的激情而动杀妻的念头。也就在这时，花姐突然提着刀冲了进来，照着小美的背上就来了一刀。小美赶紧落荒而逃，正好看到了小强，就像看到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一声妈妈让小美顿时燃起了希望，可是没想到小美可能到死都没搞明白，一直把自己当成妈妈的小强为什么会突然对自己痛下杀手。不过等他被埋进了院子里，看到其他几个保姆的尸体之后，小美应该就会明白了，原来她已经是小强杀掉的第4个保姆了。可能有的宝子要问了，这难道就是你说的大反转吗？ No No No， 如果只是这么简单，我怎么好意思说是大反转呢？相信宝子们已经发现了，小强所谓的过敏症完全就是子虚乌有，那他所谓的自闭症又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呢？我个人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自闭症，而是个高智商的天生坏种。说通俗点，就是咬人的狗不会叫。有些人平时看起来沉默寡言，与世无争，但在暗地里却整天都在琢磨怎么害人。我们把剧情从头捋一遍，你就会发现小强才是那个操控人性的高手，而且同时操控着花姐和小美2个人。就比如小美第1天上班，小强就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她，因为他知道共享秘密是拉近关系最直接有效的办法。然后他会不停地搞区别对待，一边打压花姐，一边抬高小美。就比如剪头发的那场戏，花姐给小强递玩具，小强偏偏要去征求一下小美的意见，这就是赤裸裸的在挑拨花姐和小美之间的矛盾。小美给他剪头发都没事儿，花姐只是去拨一下他的刘海，却被他狠狠地咬了一口。这种捧一踩一的做法非常的搞心态，被捧的人飘飘欲仙，被踩的人生不如死。直到小强当着花姐的面叫小美妈妈，花姐的心态终于彻底炸了，不停地追问小强谁才是他的妈妈。所以小强才会露出那个得意的笑容，因为他已经彻底拿捏住了花姐，越是不停地虐他，花姐就越是想证明他对小强的爱比任何人都深。一个母亲竟然要证明他比别人更爱自己的儿子，这难道不是很讽刺吗？而小美就更可悲了，自以为能够操控人心的她，曾经将前几任养父全都玩弄于股掌之间，结果遇到小强之后，却很快就掉进了小强的陷阱里，还以为小强真的是喜欢她。其实对小强来说，小美、花姐还有前几任保姆都是一样的，都只是玩物罢了，只不过像小美和那些保姆是随时都可以被舍弃的那一方。不过即使小强没有舍弃花姐，也并不是因为出于爱，而是因为只要花姐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保姆被请进来，他也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新玩具。 If Johnny keeps this up, we're gonna run out of room. We'll have to buy the lot behind us. Sure.